吴先生，皇上突然加封年羹尧，可是圣旨里却没有一个字提及蚩尤。你看，只有2个原因。一是皇上对王爷这次处理百官行署一事心里是默许的，但是这么大一件事情，王爷不上奏，八爷和太子他们也不上奏，皇上焉能不疑呀？我料定，急召年羹尧去行宫，他主要是为了问明实情啊。那么，要不要年羹尧把事情和盘托出？不能。年羹尧只能说是奉了刑部的公文去抓钦犯，太子的事儿是一个字都不能提。这一点，王爷一定要和年羹尧说清楚，让他咬住。我真担心这个呀。哼，他胆子再大，我的话他也不敢不听。我担心的不是这一次去行宫他敢乱说，我担心的是今后啊。封疆大吏，大权在握，有原处属地，倘若捅出篓子，便是天大的麻烦。王爷不可不未雨绸缪啊。先生所虑极是啊。可是用什么法子才能够？派个人盯住他。翠儿，你，去那儿吧。不，跟我来，来。翠儿，翠儿，也不管人家死活，这么晚把我从福晋身边唤出来，就为了猴手猴脚的轻薄。总有一天我会被你害了。放心吧，往后我就是想见你，也见不着了。翠儿，我要走了。就爱装神弄鬼的骗人，编出这样的话讨人家便宜，我不理你了。翠儿，怎么了，狗儿哥？你的话当真吗？就为了万永当铺卖假当的事儿，死也怕人家认出来，因此要撵我走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，翠儿，我走以后，你千万别嫁人，一定要等我，等我回来。好。好啊！哎呀，果然不出福晋所料，两个人在这干出这种好事来了啊！哎呀，把他们带走！不，慢着，高公公，这不关他的事儿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你放了他吧。住口！你当我真不懂啊？这种事儿他一个人干得了吗？嘿，乖乖的跟我走啊！这话你跟福晋说去。走，慢着，走，你放开我。
嗯，狗儿，狗儿，哎，别，年大人，我跟您说，这是我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啊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说你干这种事还不找个僻静的地方，让四福晋给抓住了吧？谁不知道四爷府是个铁门栓呢？年大人，你跟四爷和福晋求个情儿，饶了村儿，要杀要剐，我一个人顶着。好一个多情仗义的猴崽子，饶了他不饶你，你让人家村儿受一辈子活剐呀？啊，村儿，你怎么说？我跟定狗儿了，要死也死在一起。好样的！就冲着你们这几句话，我去向四爷求个情。不过，行与不行，就得看你们的福分了啊！我刚才吩咐你的话，你都记住了？奴才记住了。坐吧。记住，这不是欺瞒，这是顾大体。如果牵出了太子，那就是天大的祸事。你担不起，我也担不起。明白？奴才明白。奴才一定按照主子吩咐的话，向皇上陈奏。主子，奴才明天就要去四川了。奴才想主子恩赏2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说吧。请主子将李卫和翠儿交给奴才。怎么，是狗儿向你求情了？是。奴才并不是为他求情。奴才想，李卫这小子虽然不太守规矩，但对主子却是一片忠心。再说，人也机灵，奴才带回去历练历练，日后必能为主子效力。好吧，高无勇在，给李卫和翠儿松绑，把他们带进来。这还有一样呢，就是主子平时念经用的那串佛珠。这几日住在百灵寺，有什么感想啊？感触良多。说来听听。奴才一下子也说不清楚，但有一点，奴才会铭记在心。哪一点？主子，您是菩萨转世，奴才应该做一个护法的金刚。你能悟到这一点，可见是佛法无边呐。记住，佛家所说的大慈悲心，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人心。你现在虽然不带兵了，但身为巡抚，生杀之权更重。当然了，不杀生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滥杀无辜，必遭报应啊。奴才这一次在江夏镇所为，虽是迫不得已，终归也因为少了一点主子所说的大慈悲心。四爷，年大人给你们求情了，他愿意带你们到四川去。你们拾掇拾掇，今天就跟年大人上路吧。主子，你是不是不要奴才了？你要杀要打，奴才都认了，就是死，我也要死在主子身边呢。主子，我们错了，别赶我们走。这府上的规矩，你们不是不知道。
这一次只把你们遣送出去，王爷已是格外开恩了。高无庸，奴才在。你到账房去领2000两银子，1000两给李卫到四川安顿家事，1000两给翠儿办嫁妆。这不要哭了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上路吧。谢主子，谢主子，谢主子。梁公，去看看你妹子吧。不了。小二，人都死光了，怎么还不上酒？哎呦，客官，您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伴？你他娘的管天管地，管老子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呢？怕老子没钱啊！客官，您有钱这我知道，没钱的主也不敢上咱这博伦楼啊。可是小店有个规矩，单身客人喝醉了，可没人照料啊。你狗日的，你什么东西你？有钱不给上酒，你还敢说三道四的你，教训起老子来了。你是上不上酒啊你？嗯，客官，在这儿撒酒疯可没有好果子吃。来啊！在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胡大爷，您是本店的贵人呐，也是本店的常客。您说说，几曾有人在小店这般撒野呀？这不是四爷府上的高管事吗？我看你们都昏了头了。你们知道这位客人是谁吗？他是雍王爷府上的人，得罪了他，只怕你们托河其大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小人瞎了眼，是小人瞎了眼，不知道是四爷府上的人。小的这就给上酒，快上酒。请问，仁兄是？怎么记不起来了？哎，前些天你不是随四爷到八爷府上来过吗？咱们照过面啊？哦，记起来了，您是八爷府上的胡管家。哎，对呀，这不想起来了吗？好，来，咱们兄弟啊，难得相聚，来会在一块儿不容易。来，啊，喝，哎，喝呀，行，喝，行，喝啊。是他吗？是的，去，洪秀昭，今儿个晚儿可就看你的啦啊！胡爷，许我的东西可不许赖账。什么话？堂堂的八爷府还能赖你一个婊子的账？啊！爷，还不走啊？是不是想咱仨睡在一起啊？嘿，瞧你，小荡妇，今儿个晚上好好伺候这主吧。翠儿，是你吗？是我，不是我还能是谁呀？翠儿，
翠儿，你别走。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他喝醉了，说的加七加八的，可也能听出个大概来。大约是年羹尧带了一张任伯安的当票，四爷就叫他去赎当，当铺里不让赎。后来四爷叫什么狗儿的假装当东西，然后报了盗案。这些都已经知道了，他还说了些什么？对了，还说过有一封太子写给任伯安的信。好，这事你办得很好。你马上到账房去支一笔钱，给高福买一所四合院，再把那个妓女赎出来送过去。一定要从高福那儿知道太子的信写的是什么。这。胡爷，来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先别问，进去就知道了。来。哎呀，哎呦，怎么这新娘还不出来呀？啊！哎，还不过去见她，还真让人家投怀送抱啊！啊！从前儿晚上起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你可不能撇下我不管呢。高兄弟，我呢就直言告诉你吧，这个打今儿个起啊，这个他，还有这个四合院，连同这院里的家事摆设都是你的了。您要我做什么？错了，愚兄能有什么事情叫你办的？这都是贵人送给你的。谁？八爷。那怎么成？我一个小小的下人，八爷干嘛要这样待我啊？不成，我可不敢受。爷，先别着急走嘛，听胡大爷把话说完，再走也不迟啊。走吧，走。成，那我就听胡爷把话说完吧。高兄弟啊，这也不怪你犯事，换上我，也不能揣这个小路，心里受下这份厚礼呀。哎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是八爷为了谢你的情。谢情？我可没为八爷做过什么事儿啊。哎，你可为八爷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啊。这是，不过，做者无心，受者有意罢了。啊，胡爷，您越说我越糊涂了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就是万永当铺的事儿。趁你知道，万永当铺是八爷的产业，每年有100万的进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信誉啊，当主放心。可是前不久，13爷带着刑部的人突然把他给抄了，说他是窝藏贼赃，气得八爷啊好几晚睡不着觉啊。多亏你高福高兄弟呀，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原来的一切都是4爷、13爷同八爷开的一个玩笑。你帮八爷解开了这个谜，他能不谢你吗？啊？什么玩笑？什么谜啊？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你是作者无心，自然是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干脆，我就把话挑明了吧，就是你喝醉酒后，前儿晚上在暗香楼说的。4爷还得到了年羹尧送来的一张当票，是不是？
于是就派你去取那4个箱子，你没有取着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取着，也就派狗儿假装当路，后来又假报失盗。13爷利用取赃拿走了那4口箱子，是不是？兄弟，用不着心急。八爷的名声想必你也听说过，他是8贤王啊。你帮他解了个大难，他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，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4爷。我现在站在这儿给你请示，这件事只有八爷、我和你们2口子知道。只要你们不说出去，八爷和我这辈子都不会说出去的。啊？放着这么好的小日子不过，干嘛要自己说出去？胡爷，您说话可得算数啊！你们要是再不相信，我愿和高兄弟一块喝血酒。我说四哥，哎，太子又在追问我那封信的事儿。我一再跟他说根本就没有那封信，他也许是让那场大火给烧了，可是他不信呢，还是疑神疑鬼的。四哥，我看干脆把那封信烧了算了，免得留在这儿总是一个隐患。我和尚想留着那封信呢，可人无害虎意，虎有伤人心呢。万一这事儿给掀出来，难保太子会全推到你身上去。留着这封信，到时候他也有所顾忌。四哥，你考虑的肯定比我周详。我只是怕万一这封信走漏出去的话，最主要的是怕八哥他们知道。嗨，没有的事儿。我府上篱笆牢，不像你那儿，一句话刚说出口，就立刻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了。怎么样？老九送给你那个巧姐儿失踪了吧？自打那天太子到我府上，当天晚上他还在，可是后来就失踪了。我当时听我们家管家说，他娘家来人了，可是他娘家哪有什么人呢？哎，我听阿兰说，他从小是个孤儿。哎，真够可怜的。哎，慢着，四哥，有句话我想说，又怕你性子急。四哥，你说你篱笆牢铁门栓，可是你知道不知道，现在你的府上有人和八爷府上的人打得火热？凯儿，凯儿，睡了吗？乌先生。乌先生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凯儿，这一阵子感到很孤单是吧？不，有点想狗儿和翠儿了。是啊，10几年朝夕相处，就是块石头也半热了。乌先生，这就叫缘分呐。你、狗儿、翠儿是缘分，四爷收留了你们，像亲人般
带在身边护着喝着，更是缘分，而且是恩义之缘呐。高福，在。你说，倘若有人做过对不起四爷的事儿，你该怎么办？我就是豁出性命也要保护四爷。好，我就要你这句话。高福啊，我最清楚你和四爷的情谊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你也不会干出对不起四爷的事儿。可是你毕竟年幼，许多事情还看不透、防不严，这就难免有时糊里糊涂的招了人家的道，无意中做出不利于四爷的事情来。做了错事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赶快想法子补救，不能一错再错，要不然就是死了也要背这个背主忘恩的骂名。不容于事，不容于天。吴先生，我不是人，我犯了大错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呀！哎，知道错就有法子救。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慢慢的说，慢慢说啊。哎，您晚。爷，爷，您这一住，终于换来一个大果子。啊！快去把九爷、十爷和14爷给我叫来。这，好，你做得很好。记住，这件事情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起。啊。那四爷呢？也不要说。到时候我会告诉他。这是个绝大的把柄，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只要这封信落到皇阿玛的手里，太子肯定会再次被废。四哥烧毁百官行述，他也逃不了同谋的嫌疑。那就赶快给皇阿玛上折子，把那封信一同寄去。关口是这份折子由谁来上？八哥，您的意思是让我给皇阿玛上折子？对。淮安绿营的军报是寄给你的，你以管部阿哥的名义调查江夏镇的事，是名正言顺，因此由你上这个折子给皇阿玛最为合适。怎么，有难处吗？这有什么难处？我这就上折子。近日，只要一合上眼，便见万座大山矗立，千条大河奔涌。请问大和尚，这大山是真山还是假山？这大河是真河还是假河？王爷，请放下手中的念珠，放在地上。王爷，这还是念珠吗？不是了。为何不是了？既然不念，自然不是念珠。胜在王爷，倘若心中没有江山，纵有1000座大山，万条江河，
那都是虚幻。倘若心中有了江山，一地尘埃便是真山，一滴水珠变成江河。那为何每当我眼前矗立起万座大山，趟过大河之后，心中便顿生无穷烦恼，不禁忧愁呢？有江山便不该有我，有国便不能有家。阿弥陀佛。怎么，还是没有14阿哥的折子？回皇上，臣正在想这件事。他寄来了太子的这封信，还没有他自己的折子。臣也在想，是不是14阿哥也有难言之隐？看起来，应提也学会用心思了。亨臣啊，如果朕再次废了太子，那么千秋万代之后，史书会怎么评说？皇上对太子的一片苦心，天下臣民是有目共睹啊。臣担心的是，皇上远离经济，当前最要紧的是稳住太子，以防他再干蠢事。待到圣驾回京以后再说。这位上书房大臣，你的顾虑不是不对，但你想的是现在，而朕想的是将来。马上以上书房的名义，把应仍寄给任不安的信寄还给他。皇上，您看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要逼太子？这是朕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如果他天良没有丧尽，就应该放弃一切妄念，自行请罪。如果他仍要一意孤行，再干出什么天理不容的事，那么列祖列宗在前，千秋史册在后，就都怨不得朕。皇上，天心远虑，臣不胜亲服。我看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安排一下，以策万全。对，是要做些安排。你指吧。这第1道密旨，寄给4阿哥胤禛。4阿哥？是4阿哥。命他即刻召见隆科多，严密注视太子一党的动向。一旦发现他们图谋不轨，记住胤禛捉拿太子，隆科多将太子的党羽一提捕获。第2道密旨，寄给14阿哥应提，命他以兵部的名义布置西山锐箭营，严密注视热河驻军的动静；布置丰台大营，严密注视密云驻军的动静。只要这2支队伍擅自行动，就立刻解除领普跟搜图的兵权。
还有，下一道明诏，通告天下，朕定于8月16日到京。皇上的诏书是。圣旨说，圣驾定于8月16日回京。这么大热的天儿，为什么急着回京啊？这是什么？和明诏一道寄来的，是给太子爷的密旨。密旨？啊，没你事儿，去吧。这。太子爷，拼了！跟太子的对待毙，不如奋起拼呐！对呀，拼了！太子爷，拼了吧！太子爷！太子爷，若是再次被废，我们都得完蛋呐！太子爷，是啊，拼吧，拼他个鱼死网破！是啊，这么鱼死，怎么网破？我们难道能够斗得过皇上吗？太子爷，世事难料，许多事情原不在能不能，而在于敢不敢。李世民若非玄武门之变，早就做了阶下之囚。玄武门之变，你是说逼皇上退位？对，以臣之见，只要策划周密，咱们有70%胜算。诏书上说，皇上8月16日经密允到京。耿索图大人，你的2万兵马不正在密允吗？只等圣驾一到密允，你就立刻以护驾为名，解除随驾护军的武装，然后挟持皇上，看护起来，密送进京。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得到，但进京之后呢？同时，太子爷要下一道谕旨，让托呵齐大人取代隆科多9门提督的职务。托呵齐大人再纠集步军衙门的兵马，一等你携送皇上到京，就关闭9门，进驻大内，逼皇上写下退位诏书。与此同时，林大人则率领热河兵马进驻京郊，以为呼应之势。只等皇上的退位诏书和太子爷的登基诏书一颁布，天下就可传檄而定。太子爷，干吧！太子爷，14弟啊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啊！我的机会？对。太子这次被废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你一定要争取太子之位。八哥，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？八哥没有开玩笑。在咱们哥几个当中，皇阿玛是最器重你的，当然还有4哥。你不当，
难道让给他当？啊！那就看吧。